今天我们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叫滞胀 stagflation 的年代。到底什么是滞胀？为什么滞胀这么少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影响呢？今天会给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资讯了啊。讲回 stagflation 其实是两个字 stagnation 和 inflation。先讲 inflation， 一般来说 inflation 通胀，我们说的是消费产品的通胀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的 inflation。OK， 那一般来说通胀的时候呢是经济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好的时候，人的口袋里钱多了，他们抢着出去买东西，如果来不及做的话，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当人们看到货品的价格上升的时候，会抢着更快的出去消费，甚至把未来的钱今天来消费，因为未来的钱的话，价格会更加贵，所以呢，大家会抢着去消费。这个时候 inflation 就会上去。那如果是经济不好的时候，人的口袋里钱不多了，消费就会少了。消费少的时候呢，卖东西的商家就要打折扣来抢剩下来的少了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 inflation 就会跌下来，甚至会有通缩 deflation。 所以经济好通胀高，经济不好通胀不好，一般的关系就这样，很少有说经济不好但是 inflation 很高。所以现在我们发生的是经济不好，通胀很高，这个时候经济不好变成了一个叫 stagnation， 停滞不前，可能就业机会不多，可能经济不好，可能公司赚不到钱，但是在这个时候货品的价格还是涨了很多啊。上一次发生滞胀的要回到了1970年的70年代，整整有10年的滞胀。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跟现在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第一个，美国在打越战，结果政府有很多的财赤，有了财赤之后，它转变了它的货币政策把美金与黄金脱钩，大量的印刷了美金，之后再加上 OPEC 联合在一起，把石油的价格涨上去。到了1979年的时候，伊朗革命之后，第二次的石油危机，把石油价格再上去，在石油贵了之后，原材料的价格贵了，通胀就失控的上去了啊。那看回到今天，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我们开始了一个战争，美国和全世界的政府要对抗这个新冠疫情，有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在这个时候，从08年开始就有海量的量化宽松，到了2020年的时候，这个量化宽松的货币增加的数字还是极限的上升，使到我们今天是大量的钞票多得不得了啊。这些事情都是跟70年代的当时的国际的形势很像的。当年的 inflation 通胀最高到了1980年的14%，而利息也是到了1981年的时候超过16厘。在这个时候呢，股票市场有了一个很大的调整。看回今天世界的局势和财政的赤字和货币的政策，都是有跟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非常类似。我个人觉得呢，我们未来进入滞胀的时代的机会是很大的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那我们作为投资者要注意什么呢？讲回到刚才我们所谓的通胀，一般来说我们看的是消费品 Consumer Price Index，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当我们钱多了，那些钱来买消费品还是有限的，更加多的钱去买了资产。所以过去几年的Asset price inflation 是更加厉害的啊！大家看回美股，在过去10多年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牛市，整体的股票市场都翻了几倍。如果我们再看回虚拟货币 cryptocurrency 的话，许许多多的 cryptocurrency 在过去10几年涨了100倍或者更加多，对吧？这都是因为钱太多，太多的钱去追逐一些有限的资产，使到资产的价格高了很多啊。所以当我们进入滞胀年代的时候，第一个，美国
会开始缩表，减少买债，减少货币的供应。这个时候资金就会从这些 inflated 的 assets 过高的价格的资产里面开始流走，所以这些资产有可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很大的一个调整。第二个，利息增加的时候，使到我们在 valuation 的时候价值的时候，这个 discount rate 直现率会提升。在这个情况下，股票的价值就会大量的减低。如果经济不好的话，企业的盈利也会不好，这也会影响一些股票它的价值。所以整体来说呢，股票市场在滞胀的一个年代里面会有一个很大量的调整。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拿现钞，为什么呢？因为通胀高的时候，我们手头上的现金钞票也会贬值，所以我们不能够拿着现金，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留意以下几个板块。第一个，贵金属，比如说黄金、白金、铂金等等，因为纸币贬值，但是真金白银没有贬值，相对纸币来说，它们会是抗通胀的，所以我们可以留意这些金属和它相关的投资产品。我在之前一个视频里面也解释过一些不同的 options。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考虑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涉及到借款，当我们借了钱，但是这个通胀很高的时候，产生负利率的时候，对于买楼是一个好事情，对吧？所以呢，如果是投资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上一次香港的长江实业啦，这些房地产的开发商，他们的股票是做得非常好的当然，当时候的香港的经济是正在飞快的成长，这次可能这方面有点不一样。最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中国的企业，因为现在美金的地位在下来，人民币的地位在上去，在中国的通胀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一向来说还是相当的稳健。我个人来说是更看好中国企业在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发展。所以相对来说中国的股票、香港的中资股票现在的 valuation 估值都是非常非常低的，有很多好的机会在里面。所以今天不能拿现钞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勤力的来寻找一些值得我们投资的机会。所以总结一下当我们进入了滞胀的年代里面，投资变得更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拿着过多的现金，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现金做于投资，保障我们的资产，甚至在这个时候更加好的做调研把握未来股票市场一定会有非常动荡，而这些动荡带来的机会。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次再见。